王金18歲時曾深情允諾會愛我一輩子，可就在結婚第15年，他一臉冷漠地將小三的驗孕單甩在我臉上。離不離婚？我問你離不離？原來年少時的深情終究敵不過歲月的無情。大家好，開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給人間煙火點個訂閱，我將會分享更多優質的內容。凌晨的時候，我還是沒睡着，我側過身，看着王金的側顏，他已經老了，雖然堅持長跑，可是歲月還是在他身上留下了不滅的痕跡。我也是，我已經很少照鏡子了，偶爾打掃衛生時，匆匆瞥一眼鏡子裡的自己，都會忍不住心驚。雖然朋友們都會說我沒生孩子，看起來還年輕，但是我心知肚明，快40歲的皮膚哪裡還能比20歲的皮膚嬌嫩呢？王金出軌了，我今天給他洗的襯衣上還留着他的口紅印，那口紅是煙粉色的，現在小姑娘最愛用的顏色，但是我不敢，不襯皮膚，會顯得我的臉色更加暗淡無光。我想那女孩子一定很會恃寵而驕，她留下這個印子，完全是在挑釁我。可是王金默許了。前幾天他跟我暗示他想要個孩子，可身為一個婦產科醫生，我知道高齡產婦的危險。我臉下眼，當年你不是說你不喜歡孩子，要丁克一輩子嗎？他讪讪地笑笑，人年齡大了，就是喜歡人多點。我盯着天花板倒映的車流出神，臥室裡亮着暗橘色的燈光，這是我常年的習慣。關燈我睡不着，我害怕被黑暗籠罩，那樣我會覺得很不安。王金的呼嚕聲斷斷續續地從我身旁傳來，我靠近他。南方的冬天很難熬，他是唯一的熱源。我還沒有想好要怎麼處理這一地雞毛。我和王金相互扶持了這麼多年，早就纏繞生長成了一體，扯開只會兩敗俱傷。我不知道他是怎麼想的，或許他在等着我開口，或許他在試探我的底線。第二天一大早，王金還在睡覺，我驅車向省立婦幼醫院進來，是一個很年輕的女孩，打扮很精緻，5厘米的高跟鞋像是她的武器。與地面碰撞的噠噠聲，則是子彈撕破空氣發出的爆鳴。我公事公辦道：“躺下。”她肚子裡的寶寶很健康，在羊水裡快樂地吐泡泡。我低下頭寫病歷報告，提醒道：“寶寶現在還小，要注意不要劇烈運動，不要吃生冷食品。過會去做個化驗，看看有沒有什麼遺傳病。還有以後少穿高跟鞋，自己也要注意着點。”他點點頭，我看向他的身後，怎麼沒人陪你？孩子爸爸忙唄。他眼睛一轉，流露出巨大的興趣。醫生，我給我男人打個電話，你替我媽罵他，不容我拒絕。他撥通了電話，喂，那男人的聲音我很熟悉，怎麼可能不熟悉呢？同床共枕那麼多年。我連他打呼嚕的聲音都可以分辨出來。我抬眼看向他，他那黑白分明的眼珠裡流露出一絲殘忍的快感。我來產檢了，醫生還說呢，你怎麼也不來陪我？他熟稔地向他撒嬌，蔥白的指尖纏繞着髮尾，朝我甜甜地笑了一下。他顯然是剛起床，聲音還帶着沙啞，雖然被吵醒，但他的語氣中沒有一絲不耐煩。怎麼樣，寶寶健不健康？健康啊，醫生還跟我說了些注意事項，我腦子笨，記不住，你聽聽唄。說罷，他把手機遞給我，通話頁面上赫然寫着“王金寶貝”這4個大字，看得我一陣惡寒。我沒有接過電話，只是看着他的眼睛。老實說，那一刻我的大腦是一片空白的，只剩下白牆上滴答的鐘錶聲。他說什麼我也沒聽清，只記得他那煙粉色的唇瓣上上下下張合着，
然後我聽到自己說：“出去，別耽誤我時間，後面還有病人。”他罵罵咧咧地出去了。沒一會，主任過來告訴我，我被投訴了，他是破壞我婚姻的小三。我按捺住自己亂作一團的心情，喝了口濃茶。他有些驚訝地看看我，其實我倆的關係不足以分享這等骯髒的秘密，但是我實在太孤獨了。我一路走來，身邊的人死的死，散的散，我需要一個人替我分擔這痛苦的情緒。而主任，我知道他是一個值得信賴的人。主任其實是我師姐，當年我倆都是導師手下的優秀畢業生，只是畢業後他更有野心，科研和醫療兩手抓，一路向上衝。如今年紀輕輕就當上了婦產科的主任，而我到現在為止也只是個普通醫生。他沉默許久，最終道：“別把個人情緒帶到工作裡。”我看着他的背影，有些恍惚。我突然發現，我的人生好像已經停滯了，停滯在我努力轉正成為醫生的那一年。可是他的人生還在繼續，所以他仍然生長着，可我卻急劇老去。開車回家後，我在車裡坐了半個小時。我確信王金今天在電話裡聽到了我的聲音，他會怎麼做呢？是裝作若無其事，還是和我撕破臉呢？我的腦子裡太亂了。夜晚橘黃的燈光又太過溫柔，照在被暖氣暈花的車窗上，讓我不由自主地就想起過去。那時候我們還在高中，也是一個冬夜。那天天氣不好，下午放學時天色已經昏暗，屋內的燈光很明亮，屋外卻是黑壓壓的一片。我坐在椅子上，神經質地一遍遍清點桌面上的書本，不敢回家，因為那天是週五，而週五我爸會去喝酒。突然福至心靈一般，我湊到窗前，就着霧氣寫畫畫。那時候學校裡已經沒有多少人了，我便肆無忌憚地寫下我的心裡話，反正明天天亮之前他就會消失。希望爸爸不要再喝酒，不要再打我了，希望可以考出足夠好的成績離開這裡，希望可以成為我想成為的人。寫着寫着，我抬頭，剛好與一雙漆黑的雙眼對上，我倆靠得太近了，隔着一扇薄薄的玻璃，我甚至能看清他的睫毛。我驚呼一聲後退，不小心撞到了身後的桌椅，摔得亂七八糟。他趕緊衝進來，把我扶起，紅着臉道歉：“抱歉，抱歉，我是隔壁班的王金，我來找我的朋友，沒想到嚇到你了。”我起身第一件事就是擦掉了玻璃上的字，我沒看清。他在我身後小聲道：“我沒有理他，抓起書包就準備走，腳踝卻傳來劇痛，扭傷了。”於是他騎車送我回家。那天的路燈也是這樣的橘色，暖暖的。我抓着他的衣角，心裡說不清是什麼感覺，鼻尖一陣冰涼。下雪了，那年的初雪。王金清澈的聲音從前面傳來，其實用初雪許願好像更靈。我鬆開他的衣角，雙手合十開始許願，他也配合着放慢車速。那天回到家，我爸因為討厭下雪，竟然真的沒喝酒。電話鈴聲突然將我喚醒，是王金的母親。她現在在我和王金的房子裡做了晚飯，正在等我。我嘆了口氣，突然想就這麼離開。自從我和王金宣布丁克，他就沒有正眼瞧過我。在他的觀念裡，傳宗接代乃人生大事，生個正黃旗孫子才是女人的職責。我無法說服他，和他相處只會徒增頭疼。回到家，一股腥味傳來，我脫了羽絨服，笑着和婆婆打招呼。桌上擺着一大盆雞肉湯，婆婆喝了口湯，放下瓷勺，發出清脆的響聲，砸得我的心頭一跳。秋宵，不是我說你，這麼大年紀了，就別做了，該生個孩子了，不然
等你和王金老了，誰來照顧你們呢？自從他發現無法說服我和王金以後，就很少再提這個話題了。如今就是重提，估計知道了些什麼。年輕的時候不是已經說好了嗎？是王金不想要孩子，人的想法是會變的。王金現在還能生，你可就不好說了。說着，他的眸光向下掃了一眼我的肚子，眼神中不乏幸災樂禍。所以呢，你們想讓我怎麼做？要麼生個孩子，要麼離婚。婆婆一錘定音，倒是爽快。生個孩子，我看是生個兒子吧。婆婆不說話，撇着嘴，冷漠地看向一旁。王金以前沒錢的時候，也沒見你們這麼積極地想要個孩子，怎麼如今他有了一點小錢，你們就當你們王家有家產要繼承了是吧？我心裡氣憤，語氣卻越發冷靜，甚至帶上一絲嘲諷。我真想問問他，生孩子有那麼好嗎？他拼命生下的這個兒子，有替他養過老嗎？除了逢年過節會去他那裡報個到。王金什麼時候主動找過他？當年和我一起來南方，他說他是逃出了一個牢房。如今王金不敢見我，就找他來充當說客。你，他氣得指着我，手指不住地顫抖。我嘆了口氣，還是不想和老人有太多的爭辯。既然這樣，還是叫王金來和我說吧。他白了我一眼，女人的事情，他個大男人插什麼嘴？我冷笑，他個大男人躲在女人身後，算什麼玩意兒？再說了，不論是離婚還是生孩子，都得他王金來才行，不然你来。婆婆說不出話，匆匆敗退。這一場仗，我算是打贏了。看着他離去的背影，我有些出神，抬眼才恍然發現下雪了。今年的初雪。王金，有什麼話你都和我當面說清楚。我給他在微信上發了這個消息，可他一直沒有回我。倒是他的那個小情人來找我了。他趴在我診室的木門上，淚眼婆娑地求着我成全他和王金。黑色的睫毛膏糊成一團，煙粉色的口紅也花了。醫院的八卦傳得很快，病人、護士、醫生圍成半圓形包圍着我們，指指點點。原來王金愛上的是個小洗腳妹。深吸幾口氣，我告訴自己，她還是個孕婦。我把她從地上拉起來，她像個孩子般在地上打滾。眾人低聲的議論吵得我頭腦發暈。小姑娘尖細的苦鬧聲更是讓我心情煩躁，強烈的癢意從我的心頭升起。我想要讓她閉嘴，卻又不知道該如何合上那張喋喋不休的粉紅嘴唇。我實在忍不住，背對着眾人，湊到她的耳邊，惡意滿滿道：“妹妹，我給你最後一個機會，把嘴閉上。”她還想說些什麼？我轉身端起了桌子上倒滿開水的茶杯，剛想抬手潑出去，卻被一隻溫暖乾淨的手按住。我轉頭，是主任。他招呼着那保安把那小姑娘抬走，驅趕了呆站在原地看戲的人群，然後關上了辦公室的門。邱醫生，你不至於為了這樣兩個貨色毀了自己的名聲。我雙手支撐着桌面，不想面對他，低着頭深呼吸。你打算怎麼做？主任看着我，語氣很平淡。難道你還要忍耐下去嗎？你沒有結過婚，你不懂。我揉搓着我砰砰跳動的太陽穴，腦袋裡亂得好像塞了一大團棉花。不懂什麼？不懂小三找上門，丈夫不作聲的感覺。那我確實不懂。還是不懂你為了一個男人放棄自己的驕傲，自己的前途。那我更不懂了。我一噎，抬頭看了他一眼。你是個聰明的人，你知道該怎麼選擇。男人絕不會只出軌一次，更何況……他停頓2秒，加重語氣道：“你想想，他倆是在哪裡認識？洗腳城。”我騰成一團滿是雜念的腦子突然清明。是的，
他們是在洗腳城認識的，也就是說，是王金主動的。就算沒有這個女孩，哪天他去洗個頭、吃個飯，甚至逛個街，都會遇到更多更漂亮的女孩。一念動，萬果皆起。我揉着腦袋，可是我已經快40歲了，我已經經不起折騰了。我都39了，人生已經過了大半了。這個年齡，不論是生育力還是事業，都開始走下坡路了。如果你為了一時的安逸選擇妥協，那你將永遠無法停止下墜。我完全被他的話鎮住了，我呆呆地看着他，好像聽見了時間的漣漪。叮咚一聲，微信提示音響起，王金回話了。這幾天王金一直沒回家，我一個人無聊時就翻看以前的照片，4個相冊已經是厚厚的一沓。第一張是他退伍回來時的照片，照片裡他側身端着酒杯，低下頭淺笑。那是我躲在廚房裡偷拍的。那天我帶着他去看媽媽那邊的親戚，他端着酒杯和長輩敬酒，卻又被玩笑話羞得低下頭。那時候的他已經褪去了少年的青澀，寬寬的肩膀好像支撐着我倆的未來。後來他和我一起去給媽媽上墳，他攬着我的肩膀，語氣堅定地對墓碑上的我媽說：“媽，你放心，我會照顧好她。”原來已經過了那麼多年，照片上的王金也逐漸從清俊的少年變成了一個男人。少年和男人之間有着不可跨越的時間的鴻溝，於是恩愛成灰。有人敲門，我打開一看，是王金。我朝他身後看了看，沒有別人，還好。我不想最後的分離都還有別人在場。我像往常一樣笑着對他說：“回來了呀。”他很冷淡地避開我的視線。離婚協議書我已經帶來了，你看看，簽字吧。我點點頭，側身讓他進來。協議書沒我想的厚，他把房子和車子都給我了。我指着那一行問：“可咱們的房子貸款都還沒有還完，我替你還。”他言簡意賅，神色冷淡。我深呼吸，想把翻湧上來的情緒壓回去，默默數了10下，還是沒忍住。是嗎？你口頭上的承諾，我可再也不敢相信了。我有錯，我知道，我不想和你爭。你提出的要求只要合理，我都會滿足你。好，我要你公司10%的股份，你給嗎？聽到這話，他終於忍不住了，抬頭很不耐煩地看着我，那眼神不像是在看一個曾經相戀20年的愛人，而是敵人。怎麼？難不成你和那女孩的感情這麼脆弱，連10%的股份都不值嗎？感情？秋宵，你還在這裡和我扯愛情，你不覺得很可笑嗎？我告訴你，我娶她只是因為她能給我生個兒子，而你呢，連顆蛋都下不出來。我問你，接生了那麼多孩子，你不會有一絲的羨慕嗎？我閉上眼，王金當年抱着我說不生孩子的畫面還歷歷在目。當年是當年，現在是現在，我反悔了。我有這個資本，你沒有，所以秋宵，趁我還對你有耐心，撈走能撈的就趕緊走吧。他好像明白我心裡在想什麼，開口道：“你有這個資本。”我冷笑：“只要我不離婚，他就一輩子是小三，你們的孩子也只會是私生子。”燈泡突然發出刺啦聲，閃了2下，滅了。屋裡陷入一片黑暗，我頓時嚇得抱住腦袋蹲了下來。我對於黑暗的恐懼來源於我的父親，我那在外受人敬仰、彬彬有禮的父親，最喜歡幹的事情，就是在周五的傍晚喝上一大壺酒，然後關了燈，一拳一拳地打在我的身上。王金，去開燈。我的聲音很僵硬，我不敢動，只能去懇求這個曾經傷害我的男人。秋宵，你知道嗎？我從環着的手肘間隙中看他，王金不急不慢地點燃了一根煙，猩紅的火光是黑暗裡唯一的亮光。灰白色的煙霧
飄渺升天。我終於知道你爸為什麼喜歡打你了，因為你真的很賤啊！頭皮傳來尖刺的痛感，我被他揪着髮尾扔到一旁，額角磕在堅硬的大理石上，一股暖流湧出，模糊了我的視線。他用膝蓋抵着我的前胸，把我狠狠地壓在地上，我幾乎無法呼吸。王金左手噙着煙，右手毫不猶豫地落在我的臉上、身上，一拳一拳，拳拳入肉。他嘴裡一遍一遍地重複：離不離婚？我問你，離不離婚？可是我還記得當年錄取通知書下來的那個傍晚，王金的白色襯衫被晚風吹拂得翻飛。他意氣風發地對我說：秋宵，你繼續追逐你的人生，我會永遠守護着你。少年口中的永遠太過短暫，僅僅停留在他愛我的那一秒。其實我曾不止一次地對王金失望，只是每當我在心裡給他下病危通知書時，少年的王金總會出現，眸光清亮，神情懇切地對我說：再救他一次吧。但是今天，我眼前的血色與那年的夕陽重合，我終於看見，原來少年的王金也已經死了。他被時光的巨輪碾過，面目全非，血肉模糊，只剩一具行屍走肉。他已經爛透了。可這樣沉湎於過去、逃避現實的我，又何嘗不是呢？王金逃也一般離開房子，留下一堆垃圾。人一旦做了決定，剩下的事情便都很順利了。清理完，房子一下子變得很空曠。我看着這個空蕩的房間，突然很懷疑，我是否真的擁有過那些的時光。不過臉上的淤青告訴了我故事的結局。18歲那年，我與我的親生父親斷絕關係。王金以一個拯救者的身份闖入我的世界，卻又成為另一個加害者。如今我終於明白一個道理：人只能自救。我打電話給主任，鈴聲是致愛麗絲。我聽着那悠揚的旋律，手指緩慢地敲擊沙發皮面，逐漸冷靜下來。怎麼了？請假。請假是有離婚。對面冷淡的聲音停頓幾秒，傳來清淺的呼吸聲。請多久？3小時就夠了吧？也不遠。我走進鏡子，撫摸我臉上的淤青。他突然淺笑了一聲：挺乾脆的呀。我笑笑，切掉一個腫瘤而已，之前沒有確診，現在發現是惡性的了，不得趕緊切啊。掛了電話，我拍了幾張照片。暗色環境下的淤青被閃光燈照射得越發刺眼。鏡子裡的女人面色蒼白，頭髮散亂，黑色的瞳孔幽深得像個女鬼。說實話，我現在釋然大於悲傷。也許是從小環境的影響，我對男人從來沒有足夠的信任。當年王金為了追我，把生活費都存下來給我買羽絨服，自己卻在秋季外套裡疊穿短袖，凍得嘴唇發紫。我對他說，沒必要這樣做，我這輩子都不想結婚。他卻把我緊緊地擁在懷裡，少年的體溫竟然比羽絨服還讓我感覺到溫暖。我想對你好，這是我自己的事情，你不用覺得頭疼。我漸漸地沉溺於他的關愛之中，可我的心裡一直有一個人在冷眼旁觀。如今王金的行為印證了我的懷疑，我心中甚至有一種奇怪的快感，就好像年少時押對了最後一道大題。我請了一位出色的女性律師負責後續事宜。我告訴他，我不在乎我最終能拿多少錢，我要的是讓他身敗名裂。既然離婚，他的公司與我無關，那我不介意讓他多年的努力化作灰飛。幾個月過去，一切都在步入正軌。我逃離泥潭，事業穩定。王金的事業其實並沒有受到很大的影響，我這才發現，原來是普遍的骯髒。不過無所謂了。除夕這天晚上，我在值班，醫院裡沒有多少留守的醫生，
護士趴在桌上睡得正香，我從桌洞裡掏出一盒泡麵，泡好麵，剛吃了一口，醫院急診電話鈴聲響起，推進來的孕婦痛得雙手青筋爆出，卻還是用被子緊緊地蒙着自己的頭，已經開2指了。我一邊將她推向產房，一邊大喊：蒙着頭做什麼？她還是不放手。我只好說，生產時孕婦是需要吸氧的，你這樣把自己憋暈過去了，就得動手術了。她放下手，我一看，好嗎？居然是那個洗腳妹。她盯着我，疼得都快沒聲了，卻還是強裝鎮定。你別想動手腳，不然王金一家子都不會放過你的。我嗤笑一聲，我犯不着為了你喪自己的良心。待產包呢？叫家屬準備好。我問，沒人陪她一起來呀？旁邊的護士道，什麼？你都快生了，王金人呢？女人把頭轉向一側，避開我的視線。她出差了，沒時間。那你家人呢？過會打無痛還得有人簽字呢。我家人不在這裡，我自己也可以簽字。她懇求地看着我，突然一陣陣痛襲來，她又捏着床單嘶吼，豆大的汗水頃刻湧了出來，真是瞎鬧。我趕緊給錢婆婆打了個電話，等她開了3指，婆婆終於趕來，在無痛單上簽了字。老人兩眼一紅，都快給我跪了，求求你了，秋蕭。我把她扶起來，這是我的職責，不必求我。我進門後，女人的情況已經好了很多，旁邊的醫生忙前忙後給她調各種設備，有了點力氣，她又開始嘴硬。她是真的有事，不是故意拋下我不管的。說着，她晃晃手上的2個金鐲子，你看，這是她獎勵我的。我懶得理會她，一邊調設備，一邊敷衍道：別說話了，省省力氣吧。大概對生育還是有恐懼。她乖乖閉嘴，盯着天花板發呆。又是一次陣痛襲來，她死死地捏着扶手，好不容易熬過去，止不住的小聲喘氣。產房外遞來一塊巧克力，我拿給她，吃點東西補補力氣。她接過巧克力，卻抓住我的手，冰冷潮濕的觸感令我立刻想要甩開。我會沒事的，對嗎？她說，我接生過幾百個孕婦了，你憑什麼覺得自己會是例外？或許是我的鎮定感染了她。她朝我露出一個虛弱的微笑，謝謝你。我沒有理她。宮縮時使勁，宮縮完就收緊，到時候我喊停你就停。她點頭，一切都有條不紊地進行着。年輕人的身子骨就是好，宮縮完的空檔，她還有力氣和我聊天。謝謝你，姐。等孩子出來了，我讓她叫你乾媽。旁邊的小護士笑出聲，她前幾個月的光榮事例還在院裡流傳着呢。女人的臉上終於流露出一絲歉意。姐，我得安家，我弟弟還得靠我給他錢呢。行了，我拍拍他的肩膀，我能理解他，但我不會原諒他。最後一次宮縮終於來臨，他踩着兩邊的腳踏板，憋足了勁，汗水滴滴往下墜。孩子露頭了，快鬆勁！我趕緊喊。女人泄了勁，爛泥一般癱在床上，表情麻木。這下就沒啥問題了，我心想，開始着手準備後續的工作。突然我聽見一聲細微的咳嗽，這個細微的聲音卻在我的心中驚起一片驚雷。我趕緊去看那個女人，果然她的面色開始灰白。我趕緊湊到她的臉龐問，能呼吸嗎？頭暈嗎？她的意識已經模糊了，還伴隨着輕微抽搐。我大喊，注射地米，快點快點，叫護士長，快把他們都叫來。我懷疑他是羊水栓塞，產房的死神，快推到急症手術室，準備剖腹產。打電話給麻醉科，把還在醫院裡的醫生都叫過來。從深夜忙活到第二天的中午，換了將近5W 毫升血，可是他的手還是逐漸僵硬。
人死了，靈魂就消散了，只剩下一具空蕩的肉體。所有的慾望、不甘、痛苦，如同點燃的香煙，燃燒殆盡。那姑娘生產的時候，王金沒來，可如今她死了，她卻出現了。她穿了一身黑色西裝，像是一隻在撕扯腐肉的烏鴉。她衝上前，抓住我的衣領，將我提了起來。你是不是故意的？你這個殺人犯！我渾身疲倦，身體癱軟，只是無力地垂着頭。從走進手術室的那一刻，他在我心裡就與普通病人沒有區別。王金，在我成為醫生的那天，我就發過誓，我永遠不會輕視我手上的每一條生命。人只會看到自己能夠看到的。對於王金而言，誓言不過一條虛偽的保證。我嘲諷地看着他，而你永遠不會懂他的意義。他被激怒，捏着拳頭就朝我砸來。保安匆匆趕到，扯開他，我被丟在地上，氣息還沒喘勻。我們已經離婚了。他挑眉，你什麼意思？意思是，曾經你打我，只會被調解原諒，現在你再打我，我可以讓你進去蹲幾天。他媽媽匆匆趕來，給他看自己手中的那個孩子。王金看清小孩的生殖器，臉上露出一抹微笑，他長舒一口氣，神情突然沾染一絲釋然。秋宵，我謝謝你。我不解地看向他，他湊到我的耳邊，說實話，如果把孩子放在他手中養大，就廢了。謝謝你幫我擺脫他曾經熟悉的氣息，讓我厭惡。我趕緊轉身離開。我親愛的前妻，我還有份大禮等着你。我快步跑向廁所，強烈的厭惡讓我想要乾嘔。他的大禮來得很快，一場網暴，撲朔的言辭，刻意的引導，特意的賣慘，情緒的調動，很快，這成了一場狂歡。網暴的人真的是為了正義嗎？還是只是一場發洩呢？總之，紛亂過後，我被停職了。秋宵，你放心，用不了多久，我們會還你一個公道的。主任憂心忡忡道。我笑笑，搖頭，沒事。其實手術全程都有監控，只要用心調查，就一定能證明我的清白。只可惜很少會有網民關注真相，他們只能看到自己想看的。我剛好也確實需要一個休假，是因為他把後面的話吞入口中，不是因為他。我喝了口茶，目光落在樓下熙熙攘攘的人群。我想我有了我的研究方向了。羊水栓塞的死亡率將近99%，可是我想嘗試，能不能從死神手中再搶回一些人。主任明白了我的言外之意，那會很困難，但是總得有人去做。他看向我，目光中滿是坦然和澄澈。有什麼需要都告訴我。我點頭。現在我已經40歲了，可我發現原來路還很長，還有無限可能。我實在沒想到再次見到王金會是這個境地，報應來的居然這麼快。其實從科學的角度來講，也能解釋他是一個縱慾的人，沒了管束便極盡享受，縱情聲色。一次爛醉後，他栽倒在浴室裡，小小的血塊堵住了他早就被脂肪填充的血管，於是他腦梗了。那時已經是5年之後了。我的論文登上了醫學4大期刊之一的《柳葉刀》。從慶功宴回到醫院時，已經挺晚的了。路過康復科時，我突然看到了一個熟悉的背影。雖然那個背影發胖萎靡，但我還是一眼認出，那就是王金。他被人攙扶着，顫顫巍巍地走進病房裡。原先高大強壯的身體，如今成了負擔，死死地壓在護工的身上。到了床邊，那個護工一鬆勁，他便癱倒在病床上。我走進病房，護工一看見我，趕緊收起那副不耐煩的態度。我朝他笑笑，沒事，你先走吧。王金看到我很激動，
皺縮起的半張臉無意識地抽動，流出一灘口水。他費力地轉身，不想看見我，下身卻傳來一股刺鼻的尿騷味。別白費力氣，你再動只會給人添麻煩。他的身體頓時僵住，但是自尊心還是使他下意識地把眼睛側向一旁。你沒必要躲我。我走到他面前，拿紙巾輕輕擦掉他嘴角的口水。白骨皮肉皆是虛妄，生老病死避無可避，沒什麼好羞恥的。他看着我，好像有些感動，眼眶裡含了一汪淚水。他的骨骼還依稀可以看出曾經的風華，卻被俗世餵養的皮肉簇擁得油膩不堪。我話鋒一轉，你應該羞恥的是你下流的靈魂，王金，你真是個二流貨色。不過我要感謝你，因為我的人生不會再被你這種人拖累。我朝他勾起一抹微笑，轉身離去，將紙巾丟進垃圾桶。人生是一片曠野，可惜總是有人將它活成逼仄的溝壑。還好我已經逃離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麼想說的、想吐槽的，歡迎在下方評論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給人間煙火點個訂閱，我將會分享更多優質的故事內容。